你有没有怀疑过，现在的你可能不是天生就是这样，而是在很久以前慢慢变成现在的样子？你很怕让别人失望，不敢拒绝别人，总是先说一句不好意思，别人的一句话就能影响你一整天，做错一点小事就开始责怪自己。有人说这只是个性，有人说是自己天生比较敏感，也有人认为自己就是没有自信。可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这些反应有一部分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一点一滴形成的呢？很多研究孩子发展的心理学家一直都在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个性到底是天生决定，还是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塑造出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我们面对压力的方法、和人相处的方式，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都可能和童年的互动经验有关。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童年会影响你，但它不会决定你。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你去责怪父母，更不是要告诉你人生已经定型，而是想陪你一起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自己。想象一个5、6岁的小男孩，有一天他跌倒了，膝盖擦破了皮，哭着跑向爸爸，他以为爸爸会抱抱他，安慰他。可是，爸爸只是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了一句：“男孩子不要哭。”孩子停止了哭泣，但他真正学到的可能不是男孩子不能哭，而是当我难过的时候，没有人会接住我的情绪。很多年后，这个孩子长大了，遇到困难总是自己扛，心里很难受，却不知道该向谁开口。别人都说他很坚强，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坚强，而是他早就忘记该怎么向别人求助。再想象另一个孩子，他拿着95分的考卷一路跑回家，一路上他都在期待，爸爸妈妈看到后一定会很开心吧。妈妈接过考卷，第一句话不是称赞，而是问：“另外5分去哪了？”那一刻，孩子愣住了，默默把考卷收了起来。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比以前更努力，不是因为喜欢读书，而是因为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让父母失望，害怕只有表现好才值得被爱。很多年后，他变成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大人。可是，主管一句批评，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是不是能力还不够。他一直以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在继续之前，我想先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因为童年的经验变成同样的样子，也不是所有父母都做错了什么。很多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只是用自己曾经被教育的方式来教育下一代。所以今天分享这些，不是为了责怪任何人，而是希望理解那些一直重复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反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很多研究孩子发展的心理学家发现，一个孩子每天和照顾者互动的过程，其实都在默默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这个世界安全吗？第二个，别人值得相信吗？第三个，我值得被爱吗？孩子不会刻意思考这3个问题，但他的大脑会透过每天的经验慢慢得到答案。如果每次害怕都有人安慰他，他比较容易相信世界是安全的；如果每次犯错得到的是鼓励而不是羞辱，他也比较容易相信，就算不完美，自己依然值得被爱。如果得到的是另一种经验，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有一个女孩，从小只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父母就会回答：“你懂什么？不要顶嘴。”慢慢的，她越来越少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她发现沉默比较安全。长大后，她进入职场，明明有很好的想法，却始终不敢开口。同事都觉得她没有意见，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没有想法，而是害怕自己的想法会被否定。另一个男生，从小只要考不好，父母就会很失望，所以他一直努力，一直要求自己。长大之后，即使工作表现很好，他还是很少肯定自己。主管一句建议，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很差，
朋友一句玩笑，他也会一直放在心上。不是因为他太脆弱，而是他的大脑早就习惯把每一次否定都当成危险讯号。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依附理论。他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小时候和照顾自己的人怎么相处，长大后就更容易用相似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如果从小常常得到陪伴和理解，长大后比较容易相信别人，也比较容易相信自己。如果从小经常被忽略、被否定，或必须一直讨好别人，长大后也可能一直害怕失去关系，害怕被讨厌，害怕自己不够好。这不是命运，更不是判决，而是曾经形成的人际模式。直到今天，你还以为那只是你的个性。但如果你仔细回想刚刚4个故事，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其实并不一样。有人害怕表达，有人拼命努力，有人害怕犯错，有人一直讨好别人。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学会了一件事：只有这样做，我才是安全的。所以，有人讨好别人，因为相信大家都开心，自己就不会被讨厌；有人追求完美，因为相信自己够好才值得被爱；有人压抑情绪，因为相信只要不表达，就不会再受伤。久而久之，这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变成了每天的习惯，我们甚至开始相信这就是自己的个性。可是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个性，而是大脑一直沿用过去最熟悉的方式，在保护现在的你。因为对大脑来说，熟悉永远比未知更安全。所以，主管皱一下眉头，你开始怀疑自己；朋友挽回讯息，你开始胡思乱想；另一半今天比较冷淡，你开始害怕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真正让你痛苦的，有时候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长大后的大脑却把眼前的情境和过去受伤的经验连在了一起。看到这里，请不要急着责怪自己，也不要急着责怪父母。理解过去，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知道未来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很多人会问，如果我的个性真的受到童年影响，那是不是代表我一辈子都改不了了？答案是，不会。人的大脑一直都有学习和改变的能力，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为神经可塑性。即使我们已经长大，大脑仍然可以透过新的经验建立新的连结。那些曾经保护你的方式，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只是改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新的体验。如果你一直害怕拒绝别人，也许今天不用要求自己立刻改变，可以先练习说一句，我考虑一下，再回复你。如果你总是责怪自己，试着问自己，如果今天遇到同样事情的是我的朋友，我也会这样责怪他吗？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比对任何人都还要严格。如果有些伤真的影响你很久，甚至影响了生活、工作与每一段关系，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不是脆弱，而是一种勇敢。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从今天开始，你愿不愿意用新的方式对待自己。也许你的童年没有办法重新来过，可是你的未来还没有被决定。如果今天你只记得一句话，我希望会是这一句：童年会影响你，但它不会决定你。它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却不能定义你的一生。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开始理解自己，下一支影片我们会一起聊聊，你不是善良，你只是害怕别人生气。也许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的个性，而是那些你曾经为了保护自己而学会的方式。我们下一支影片见。